长着这张脸给谁看？老子今天手痒，非打死你这个狐妹子不可！我自幼年时便知晓娘亲的美貌是有杀伤力的，不过因为这份美貌，娘才会屡屡被亲生父亲拳脚相加。幼年中，我时常生活在恐慌中，直到父亲因为喝酒自己摔进湖里淹死了，我们的日子才好过些。婉云，你想不想过富贵日子？我想，我当然想。那年我11岁，但我并非什么都不懂。比起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我更希望自己能够时常吃饱。劳烦管家引路。这就是薛家。其实我不能算是薛家的女儿，我是薛家唯一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假女儿。我娘在嫁给薛家将军时是一个二婚的女子，而我是她第一婚产的孩子。婉瑜，别乱看，跟紧我。娘，这花园比咱们村子都要大。如今我18岁了，在这府上住了7年之久，但从未有人把我当成过小姐。见过母亲。来了就坐下吧，别惊着你弟弟。娘亲也是如此。早在5年前，娘亲便产下了薛家的第4子。她把他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上怕摔了。自从有了弟弟后，娘亲对我也不似往日般温情了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带过来的拖油瓶吗？穿得这么寒酸，真给薛家丢脸。他也配叫薛家人？不过是个来路明的野种罢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国师去世之前曾经说薛家的女儿有皇后的命格，可不是吗？你们说有皇后命格的到底是哪一位啊？要我说，这些都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儿。我与他早有婚约，下周便要出家了，凭什么一个预言就要毁了我一辈子？薛家女儿无人敢求娶，当然，这时候谁敢求娶薛家女儿，不就是找死吗？这不就是明晃晃的告诉皇帝，我想要谋反。婉瑜姑娘，老爷吩咐让府里的小姐们都过去书房听候差遣。知道了。这是我入府以来第4次见到他。为父今日有点事想与你们说。婉瑜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回父亲，是府中小卒说父亲有事交代，让我过来的。虽说不关你的事，但既然你来了，也不妨听听。是。相信你们都听到这几天的流言蜚语了。我薛家女儿中有一个是皇后命格，日后你们不论是谁坐上后位，爹都希望你们能够戒骄戒躁。至于私与你的婚事，也就此作罢。可是，爹爹，这婚事……日后你们都要嫁进皇家，后日宫里会来嬷嬷教你们规矩。至于你们以后分配给哪个皇子，等待圣上的旨意。婉瑜，你就不用上了，日后我会寻个好人家给你。是，都听爹爹的话。哎呦，听到了吗？某些人连学规矩的资格都没有。也对，野鸡哪能变凤凰呢？果然，贱人就只能是贱人，永远都要比别人低的。就你也想来分这一杯羹？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贱种，要不是你那个狐媚娘，你搭得上我们薛府？说我反抗只会更惨。4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就因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。给我狠狠的打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竟然敢跟我大吼大叫的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我从来都不敢忘。从那一刻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，但不是现在。真晦气，跟个死人一样。
姐妹们，咱们走，别让这种人脏了眼。你就站着被人这样羞辱吗？你是谁？徐燕青。这个名字我认得，他是大哥的好友，素有浪荡子之称，满京城都知晓他的一些荒唐事，比如夜宿春楼，比如赌钱赌到被要债。姑娘与我甚为相似。他和我都在隐忍，蓄势待发。公子若是无其他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如果我能住这儿，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？传薛家小姐入殿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抬起头来。若是这把龙椅坐的是我，是不是我便不会受人欺辱了？各位小姐报上归名。回皇上，臣女名薛韶韵。回皇上，臣女名薛思雨。回皇上，臣女名薛思思。回皇上，臣女名薛婉瑜。你就是薛婉瑜？回陛下，是的。听闻你是幼年被你娘亲接入府中的，此事真否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今日徐侯进宫面圣，说是其子徐彦辰心悦于你，特来请旨赐婚。陛下，我与徐公子素不相识，况且臣女身份卑微，岂能配得上？配不配得上，自有朕来断定。你出去候着吧。他是新晋任的国师，这股味道很是熟悉。婉瑜，刚刚在大殿里，那个大师说大姐姐的面相是我们这群人里最富贵的，那他的意思是大姐就是皇后命格，估计是吧，但也没明说。思雨向来对我没有敌意，为人柔弱，想来是觉得我被赶出来可怜，才讲给我听。什么时候去勾搭了男人？果然是狐妹子，竟求到了御前。四姐姐这句话过了。你以为你勾引的是什么好货？全京城谁不知道徐燕青是什么货色？可别丢了徐家的脸。四姐姐，我和徐公子并不认得。再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没资格评判。你个贱种，竟敢顶嘴！传说薛家四小姐跋扈非常，看来传言非虚。徐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是薛四小姐口中的什么货色。薛大公子，薛府的家教原来是这样的。薛思思，快跟徐公子道歉。谢谢徐公子相助。那也不必，毕竟是帮自己以后的妻子。我与公子素不相识，为何想要娶我？因我有一天对你一见钟情。你信吗？婉瑜小姐，小娘想见你。大哥，徐公子，婉瑜先行离开了。夫人，小姐到了。你带她出去玩玩吧。这些年，我好像从未得到偏爱，多数时候脑海中会想起她温声叫我玉玉的画面。7年，能改变的东西太多了，比如母爱的转移。坐吧。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再也不会亲密的叫我玉玉了呢？婉瑜，听说今日徐侯爷家的三子徐燕青向圣上请旨赐婚了。是，你是什么想法？女儿还有旁的选择吗？婉瑜，如果此事是真，娘为你高兴，像你的身份能被徐家公子看上，已然是一件好事。娘是真心为我考虑吗？还是觉得我嫁进侯府能弟弟带来继位的筹码？婉瑜，身为姐姐，帮衬弟弟难道不应该吗？你要知道，如果不是我，你过不了这富贵日子。你笑什么？你就是太自私了。娘，这些年你应该知道我在府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若我自私，你是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薛氏八女贤良淑德，
长女薛韶韵赐婚太子为侧妃，次女薛思雨赐婚三皇子，余下各女分别赐予成年皇子，则即日完婚。另薛家一女薛婉瑜赐婚徐侯府三公子徐彦卿。薛镇统兵有功，现削其半数兵权，即日起调任京郊大营，无诏不得入京。臣领旨谢恩。恭喜啊，我的好妹妹，终于如愿以偿嫁给那个京城第一浪荡子了。咱们姐妹好歹都要进皇家的门了，你呢，捡了个没人要的烂货，这辈子也就配待在那个声名浪迹的侯府里了。圣旨已下，四姐姐若有不满，大可去御前分辨。父亲还是太贪心了，先帝绝不会留一个与所有皇子联姻的武将手握实权。这3道圣旨，哪一道是赏赐？分明是架在薛家脖子上的3把钢刀。圣旨落定，薛姑娘怎的一脸愁惨？翻墙入户，徐公子的教养果然如传闻般出众。你就一点不怕？嫁入我这个声名狼藉、整日夜宿青楼的侯府，可是要受一辈子委屈的。徐公子若真是个只会吃喝嫖赌的废物，怕是连这薛府的墙头都翻不过来。有趣，看来咱们果然是同类。这是新国师林景玄的随身之物，徐燕青竟然与他早有勾结。动作轻点儿，别压坏了灵儿最爱的纸鸢。这些皮子到了京郊大营受潮了可怎么好？薛将军接旨后半月内便要离京赴任，府里上下都在忙行装，可他心里眼里只有那个薛家的种。婉瑜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娘正想托人去叫你呢。你这嫁入侯府后就是贵夫人了，可千万别忘了你亲弟弟薛林，将来定要让你夫君为他谋个好前程。徐家公子声名在外，娘亲觉得他能给灵儿谋什么前程？我想过了，若能让灵儿认那徐彦辰做个义父，有侯府撑腰，灵儿这辈子就稳当了。娘，您这算盘打得真响，竟想让薛家的骨肉认一个浪荡子做父。你个白眼狼！今日我便明白告诉你，我与薛府除了这桩赐婚，再无瓜葛。没良心的东西！我当初怎么没把你溺死在湖里？滚！给我滚出这个院子！婉瑜，我不想嫁入皇家，我怕。我真羡慕你能嫁入普通侯府，不用去掺和那些掉脑袋的事。二姐，这世间哪有真正的普通？入了这局，没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，婉瑜，你虽非我亲生，但这7年，薛家并未短了你的衣食。若将来遇绝境，可持我给你的府服碎片，去寻京郊旧部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位养父从未真正忽视过我，他在为我留一条活命命的后。就这点破烂东西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越过我们薛家姐妹。薛家的人手伸得太长了。听说了吗？那薛家带过来的野种，竟然风风光光嫁进侯府当正妻了。徐家那个浪荡子，指不定是喝高了才求的旨，这种身份哪来的福气坐这位置？外人只道我走了大运，却不知这泼天的富贵，每一步都是踩在刀尖上的算计。玉玉，从今往后，我便是你唯一的依靠。依靠？这世间最虚妄的便是人心。他叫我玉玉，那是娘亲早已丢弃的名字。我瞬间将那点悸动压了下去。我不信任何人的承诺。徐三，你这收了心娶了美娇娘，今后那倚翠楼的姑娘们可都要哭半场了。去，本公子如今可是有家室的人，哪能再跟你们这群混袍胡混？主公，万事俱备。徐公子，此刻四下无人，可愿说句实话，你当真对我一见钟情？当真？为何求娶？因为我想过，只要娶了你，我便认真念书，再不鬼混。徐公子这番话倒是比那戏台上的戏儿还要深情几分。薛家女命格已定，可助主公成事。主公，公子和夫人歇下了吗？我亲手炖了醒酒汤，若是醒了，便送进来伺候。这侯府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，日子才刚开始。玉玉，昨夜睡得可好？若还乏着，
敬茶的事晚些也无妨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公子说笑了，新妇入府头一日，岂能坏了规矩，让旁人看了笑话？他这副温柔备至的模样，若非昨夜我亲眼见了那封信，怕是真要陷进这虚假的深情里了。府中大小事务，终究以和睦治家为本，你们各自安分，莫要生事。出身低微，既入了徐家门，便要守徐家的规矩，往后管好夫君，安分守己，莫要带了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媚手段进来。儿媳谨记母亲教诲，定当克己复礼，不负侯府声名。这是青儿先前收房的娇儿，性子最是温顺，往后你们姐妹要好好相处，莫要生了嫌隙。娇儿给夫人请安，夫人万福。娇儿虽是侧室，却也是府里的老人了。婉瑜，你初来乍到，不如先给娇儿立立规矩，教教她这侯府的正妻该有气度。母亲说的是，娇儿妹妹伺候母亲和夫君辛苦，往后府里的钟会账目，少不得要劳烦妹妹在一旁搭把手，帮我分担一二。一句话，既全了老夫人的面子，又顺水推舟坐实了管家之权，倒要看谁更难看。夫人请看，这园子里的寒梅是公子特意寻来的，说最衬夫人的清冷气质。发生何事了？公子别怪夫人，都是娇儿自己不小心，没站稳才惊扰了夫人。公子千万别怪夫人，都是娇儿自己不小心，是娇儿没站稳，不怪夫人的。这戏唱的倒也周全，欲盖弥彰，最是能杀人于无形。怎么回事？正如妹妹所说，她自己滑了脚，我便是想伸手拉一把，也终究是没来得及。往后在这园子里走动小心些，别冲撞了夫人。是，娇儿知道了。小姐，那娇儿分明就是故意的，瞧她那副狐媚样子，摆明了是想让公子觉得您容不下她。她越是不跳脚，我倒还真高看她几分；她越是急着算计，越说明她心里怕我。我若此时去与她争长乱短，反倒落了下乘，失了正妻的体统。这府里的账目简直一塌糊涂，这些银钱大多流向了城外的一处私宅，那是国师林景玄安置子代的地方。小姐，查清楚了，城外那处私宅守卫极其森严，里面确实住着位身染重病的姑娘，听说是常年有太医秘密看护着的。守卫说，公子和郭师大人每月都会避人耳目去上好几次。重病的姑娘，徐燕青，你藏的比我想象中还要深。看来这侯府的正妻之位，远比我想象的要烫手的多。这是夫君早前送我的，不值什么钱。姐姐出身大家，见过好东西，千万别见怪。早前送的，偏偏选在今日显摆，这戏台搭的可真快。青儿这孩子最是疼人，谁对他真心，他便对谁好。这好东西啊，自然也是紧着贴心的人送。母亲说的是，这镯子成色通透，妹妹生的白净，带着这翠色最是相称，倒显得娇俏不少。听闻今日园子里热闹得很，某人见了娇儿腕上的镯子，竟是一点醋都不吃。身为正妻，自该有容纳之心。公子疼爱谁，那是公子的自由，婉云不敢智慧。旁人有的，你自然要有最好的。这只镯子，才配得上我徐彦辰的夫人。这份温柔，若不是那封密信，我几乎都要信了。可我清楚，他给的是皇后命格，而非我薛婉仪。刻痕，凤。原来这礼物自始至终都不是给我。小姐，这些粗活让奴婢来便是。公子心疼您，总说不让您操劳。夫君身体虚弱，这药粥火候最是讲究，我亲手盯着才放心。他嘴上说着心疼，这半月来却从未让我踏入书房半步，连宋州都只肯让亲信袁丽代劳。
你们在廊下候着，我亲自给公子送进去。大师，命格之事可还有变数，事关重大，绝不能出半点差池。子代的药还缺最后一味万解花，主公答应我的事，切莫食言。国师放心，万解花已在途中，只要婉瑜的皇后命格坐实，这天下江山，你我各取所需。万解花，原来我的存在竟是他们交换利益的筹码。这是5年前那个叫子代的丫鬟临别前送我的。徐燕青、林景玄，你们到底在编织一张多大的网？5年前，我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冰冷的泥坑里，是他把我从地狱里拉了回来。小姐，您又想起子代姑娘了。那时候若不是她，奴婢也护不住您。别怕，这是我爹留下的方子，喝了就不疼了。她是前朝太医之女，却因夺嫡案流落民间，身中奇毒，每日都要靠银针续命。他曾说那位公子才华横溢，等他病好了，就带他去江南看花，去塞北看雪。如今想来，那个所谓的才华横溢的公子，竟是权倾朝野的新国师林景玄。林景玄，你为了救他，不惜利用我的命格入局，而徐燕青，你又是为了什么？去城外泥关，想办法把信给子代，我要见他一面。小姐，公子的人盯着急，若是被发现了，若不弄清楚他们合作到了哪一步，我这皇后命格迟早会变成我的催命符。子代，你若知道你的命是用另一个人的命换来的，你还能活得安稳吗？小姐，信送不进去。子代姑娘住的那处私宅被徐公子的暗卫围得水泄不通。暗卫？你是说徐彦琛亲自派人看过他？不仅如此，那些人杀气腾腾，说是吴公子的手令，连只苍蝇都别想飞进去。徐彦琛，你到底是想护着他，还是想以此要挟林景游？过几日是老国公的生辰，帖子已经递到了府上。你那几个薛家姐姐如今都贵为皇子妃，定会悉数到场。你且提前备好寿礼，莫要丢了侯府的体面。夫君放心，妾身自会周全准备，定不让侯府受人诟病。嬷嬷，夫人的份例里明明有2套金蕾丝头面，为何库房迟迟不肯送来？哟，婉翠姑娘有所不知，老夫人说了，近来府里开支大，好东西得先紧着有身孕或讨喜的主子用。这是老夫人和夫君特意给娇儿备下赴宴用的。姐姐若是缺什么短什么的，尽管和娇儿提，娇儿匀几件给姐姐便是。多谢妹妹好意，这些东西趁妹妹的娇柔最是合适，我自有准备，便不夺人所好了。婉翠，把这只步摇拿去当了，换些上好的蜀锦和珍珠回来。与其在首饰上与他们争奇斗艳，不如投老国公所好。我的夫人，去国公府怎么能缺这些东西？这是我私库的钥匙，想要什么尽管去取。他如此宠溺，不过是怕我在那些皇子妃姐姐面前丢了脸面，损了她未来皇后的威仪。徐燕晴的身世密道，她的生母竟是仙队师范多年的胞妹。她不是普通的权臣之子，她身上流着大齐皇室的正统血脉，她是要名正言顺的夺这天下。袁丽，今日夫人出门采买，你且寸步不离的跟着，若少了一根头发，唯你是问。属下领命，定不负公子所托。袁侍卫办事向来稳妥，夫君多虑了。哟，哪家的小娘子长得这般标致？不如下来陪哥哥们喝几杯。上！夫人坐稳，莫要惊慌。停下！袁丽，你受伤了。这是我一位旧友子代留下的神药，专治刀伤，你且忍着点疼。属下皮糙肉厚，当不得夫人如此这些琐事，
公子从不让属下对夫人言说。他说的是真话。徐彦青只拿他当最好用的刀，却从未问过刀疼不疼。父母蒙冤，弟妹流离，他这一身傲骨，全压在了当年的灭门之仇上。夫人，当年害袁家的那个贪官，已由兄弟们寻到罪证，秘密结下。他的弟妹也已妥善安置在京郊别院，无人知晓是咱们的手笔。做干净些，莫要让袁丽知道是我，更莫要让公子察觉。袁侍卫，这大半夜的，您这是演哪出啊？袁丽，我帮你并非要你背弃公子，只是觉得良将不该有后顾之忧。袁丽此生为夫人之命是从。明日国公府宾客繁杂，你那些薛家姐姐如今个个眼高于顶。若是席间有人欺负你，只管告诉我，你夫君我即便再浪荡，这点腰还是撑得起的。夫君名声在外，谁敢轻易招惹侯府的人？夫君这般费心，是当真想护着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夫人，还是只想护着你那位未来的皇后？我的玉玉，就是我未来的皇后。护着你，不就是在护着我自己的锦绣前程吗？夫君既然这么说了，婉瑜自然明白。明日宴上，我绝不会给夫君丢脸。夫人的大恩，袁丽没齿难忘。日后夫人若有吩咐，纵使刀山火海，袁丽也绝不皱一下眉头，在所不辞。袁侍卫言重了，你我各取所需。在这侯府深宅，我只需要一个关键时刻能递刀的人。国公府生辰宴，各路皇子齐聚，恐怕不仅是庆生这么简单。既然都要入局，那便看看谁才是最后的执旗之人。我的玉玉今日这一身，怕是要把那些浓妆艳抹的皇子妃都压下去了。夫君谬赞，婉瑜不过是不想失了侯府的体面。臣妇见过各位娘娘，娘娘千岁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家那位假千金吗？以前在薛府连像样的布料都穿不上，如今嫁入侯府，倒是学会了装点纹面。四妹，今日是老国公大寿，大家都是姐妹，快别说这些玩笑话了。玩笑？本宫说的可都是实话。野鸡插了凤凰翎，也变不成真凤凰。四王妃说笑了，婉瑜虽不是薛将军亲生，却是圣上亲笔赐婚的徐侯府正妻，如今立于此处，全凭皇恩浩荡。若再执着于闺中往事，不仅伤了姐妹情分，怕是连皇家的体面也一并丢了。婉瑜，方才思思性子急，你莫要往心里去。听说你与徐三公子琴瑟和鸣，姐姐倒也放心了。只是国师那个关于薛家女命格的预言，你就一点不担心吗？你家那位徐公子当真只是个浪荡子？姐姐高看我了，我整日操持家事已是精疲力绝，哪敢揣测国师的天机。
国师大人放着席间的珍醺美酒不想，独自一人在此处想什么呢？徐夫人不在席间应酬，怎的绕到了这荒僻后院？国师大人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子代怎么样了？5年前他和我说要和心上人归隐山林，共度余生。如今怎么他的心上人竟成了国师大人，还和徐燕琴那样的浪荡子搅在了一起？你以为我想入这名利场吗？先帝病重，诸子夺嫡斗得你死我活，我若不做这个国师，根本拿不到救他命的奇药。徐燕青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助他在这乱局中坐稳江山，他便将密库中的万解花给我，还会赦免子代家族的谋逆之罪，让我们光明正大的活在阳光下。原来如此，林景玄求的是命，而徐燕谦掐准了他的软肋，让他成了夺嫡路上最锋利的一把刀。子代救过我的命，我绝不会看着他就此凋零，我会想办法得到万解花的。所以，你为徐燕青做事，只是为了子代，对吗？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小公子落水了！国公府嫡孙落水，在这节骨眼上，怕是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来不及了！若是这孩子出了事，今日这寿宴便要成薛家的断头台。是他，我亲眼看见，是这位徐三夫人，她亲手把小公爷推下水的，奴婢也看见了。徐三夫人方才在提间受了气，嫉妒国公府有嫡孙万千宠爱，故意把小公爷推下水，见惊动了人，才假装救人博好感。当真是人不可貌相，这徐三夫人心机竟如此毒辣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。你这个毒妇！我孙儿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推他入水？夫人明察，妾身赶到时，小公爷已在湖中了。玉，你无事吧？我徐燕青的夫人，就算要杀人也会明着来，绝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。徐三，你休要仗着侯府势力在此撒野！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绑起来！等我孙儿醒了，看我怎么活剐了这蛇蝎心肠的东西！国公爷、夫人，妾身有3点不明。其一，落水处苔藓湿滑，若是我推人，鞋底必生绿泥。可诸位请看，我这绣鞋除了水渍，并无淤泥。其二，小公爷年幼，若是被人蓄意推下，定会大声呼救。可方才席间安静，唯有落水声。其三，若是妾身行凶，何必在众目睽睽之下跳水救人，自寻死路？狡辩！你这贱人向来心机深沉，定是想以此洗脱嫌疑啊！这些不过是你的推脱之词，空口无凭，老夫如何信你？那就要问问在场的新任国师大人了。想必国师大人的话，国公爷定能信服。本师能为徐夫人作证。质子落水时，本师恰巧就在湖边观景，亲眼所见，并非徐夫人推人入水。此人方才也在近旁，据他交代，是小公子贪玩，见湖中锦鲤，伸手去够，才滑入水中。而这名丫鬟，本师没记错的话，应是四皇子府上的人吧？是王妃，是四王妃让奴婢这么干的，说要给徐夫人一个教训。四王妃，今日是老夫的生辰，
你却在我国公府闹出这种安杂事，真当我这老骨头好欺负吗？国公爷息怒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国公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走。4年前的仇，只不过是个利息。我说过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今日之事，我会让老四给你个交代。他说不会让我受委屈，可若我不是这皇后命格，今日他还会不会如此坚定地护着我？诸位听说了吗？那徐侯府的3夫人虽是洗清了推人的嫌疑，可那狠辣心机绝非空穴来风。国公府的嫡孙差点就折在他手里。到底是薛家捡回来的野种，骨子里带的便是那股子烟杂气，搅得京城名门鸡犬不宁。即便真相大白，流言却如瘟疫般蔓延，国公府的事传遍京城，薛婉瑜的污名终究是洗不净了。跪下！你这丧门星，刚进府几日便惹出泼天大祸，险些害死国公府唯一的嫡孙，丢尽了徐家的脸面。传我的令，剥夺3夫人的管家权，罚她去祠堂抄经3个月，无诏不得出。老夫人息怒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姐姐定然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没想到会被那4王妃这般陷害，惹来一身骚气。只是可惜了公子的名声，如今出门都要被那些同僚指指点点，说家里娶了个惹祸精。句句求情，实则字字火上浇油。老夫人的怒火被彻底勾起，眼中满是嫌恶。母亲，此事婉瑜何错之有？她是救人的英雄，受的是薛思思的陷害，她是最大的受害者。您若是非要罚，那便罚我，罚我没有护好自己的夫人，让她在外面受了这等安杂气。好一个护短的儿子！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哼！那是他从未得到过的偏爱，即便那偏爱背后藏着权力的算计，也足以让娇儿发狂。今日之事，谢谢夫君。你和那位林国师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为何他会拼了性命般在大庭广众下为你作证？夫君何必如此如临大敌？5年前我落难郊外，曾与那时的林公子有过一面之缘，算起来，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今日在国公府，妾身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。夫君若是不信，大可动用你那通天的手段去查，看婉瑜半个字可有虚言。我自然信，只是林景玄那个人性子冷如冰窖，从不与京中权贵结交。我只是好奇，他这种人竟会为了个一面之缘的子，在大庭广众下自毁清誉。许是国师大人修道之人，为人正直，不愿看到无辜之人被奸人所害，平白蒙冤罢了。去查，我要知道5年前在郊外，薛婉瑜和林景玄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一个细节都不要放宽。婉翠，万姐花的事查得如何了？只有拿到她，我才能彻底攥住林景玄这根救命稻草。先帝病情反复，去告诉父亲，务必让他在京郊大营稳住那半数兵权，太子的位子绝不能乱。薛婉玉那个贱人，若不是他，国公爷怎么会迁怒于我们？小姐，查到了，万解花是西域30年一进贡的奇花，极其罕见。全大旗一共只有2株，一株在皇宫的御药房内，由大内高手12时辰看守。那另一株呢？另一株就在公子的私库暗格里。
玉玉，这些日子委屈你了，往后每夜我都来陪你，看谁还敢在背后嚼舌根。夫君垂怜，婉云感激不尽。国公府事后，他对我愈发上心，可这圣宠之下藏着的，尽是刺向我的钢针。小姐，这定是那娇儿院里的蹄子干的。奴婢方才瞧见他房里的翠儿在那探头探脑，简直欺人太甚。声张什么？去把这些花埋了，剪坏的衣服烧了，一个字都别往外露。娇儿这是极度的发疯了，先让他闹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盯着就好，别打草惊蛇。党身未重，却掩不住这透骨的寒气，这是加了红花和麝香的残渣。婉翠，把这汤端下去，倒在花盆深处。以后送来的饮食，凡是带汤水的，一律照办。小姐，这种歹毒的东西，难道就这么忍了？万一真伤了身子，以后可怎么办？我幼时跟着子代学医，这点小伎俩还难不倒我。娇儿若没老夫人的默许，断不敢在侯府正妻的饭食里动手脚。他们想要我绝后，想要我在这侯府里枯萎，那我就把这苦果送回他们嘴里。母亲今日气色大好，婉云特意让人熬了这盅名贵的安神补汤，想着先给母亲尝尝。你有心了，搁那儿吧。姐姐真是不辞辛劳，这圣宠之下还不忘孝顺老夫人。妹妹照顾母亲和夫君辛苦，瞧这小脸都瘦了一圈。这汤里放了不少滋补的猛药，母亲那份在后头呢。这一碗，妹妹快喝了吧。怎么，妹妹是嫌弃姐姐亲手端的汤，还是这汤里有什么东西妹妹不敢喝？既然是夫人的一片心意，娇儿，你就喝了吧，莫要辜负了你姐姐亲自熬药的情分。是，娇儿谢姐姐赏。回老夫人，娇姨娘这是服用了过量的寒凉虎狼之药，极度伤损脾胃与胞宫，怕是往后子嗣艰难。蠢货，真是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货！公子，姐姐她定是知晓了，她好狠的心，竟亲手为我喝下那药。往后别再做这种自作聪明的蠢事，他现在绝不能出任何差池。你若再动歪心思，这侯府便容不下你了。既然母亲身子不适，需要静养，这府里的琐碎钟馗，便由我代劳了。往后库房的出入，只需报给我听。是。这侯府的高墙之内，只有握住实权，才算真正站稳了脚跟。小姐，书房前后的暗哨已布置妥当，公子的一举激动，咱们都能第一时间知晓。徐燕青，你拿我当夺权的筹码，我也想看看你这盘棋到底打算怎么下。夫人，属下刚刚在书房外探听到，公子与国师密谈，先帝龙体已是强弩之末。他们打算何时动手？3个月后的祭神大典，公子准备在坛下服兵，届时各皇子齐聚，便是他彻底收网之时。3个月，这京城的风云终于要变了。弟妹快请起，为兄此番代父巡查，府中琐事，辛苦弟妹操转了。
这位长兄与徐燕青那种藏在阴影里的狐狸，竟是全然不同的两种人。前些日子国公府寿宴上的惊魂，我在回京路上已听闻了。四王妃薛思思心思狭隘，竟设此毒计害你，当真是委屈弟妹了。多谢大哥挂念，如今已洗清冤屈，婉瑜并不敢深究。是非黑白，自有公论。四皇子府那边，我会亲自修书一封前去交涉，绝不会让你在外面白白受这等安撒气。大哥一心为民，这巡查之路想必是风餐露宿，受了不少苦。若能将那黄河不决口，万民有片瓦遮头，这点风尘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心怀百姓，刚正不阿。这徐侯府未来的继承人，若真是他，或许才是京城百姓之幸。我不管你在外面勾结国师在谋划什么，侯府几百年的基业，不要毁在你的狼子野心中，更不要把全府上下拖下水。大哥言重了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徐家更上一层楼吗？还有婉瑜弟妹，她是个心底纯善的好姑娘，你若敢拿她当牺牲品，我这个做大哥的第一个不放过你。小姐，出事了！圣旨刚刚下了，说颍县水患突发变故，命长公子3日后再次出发去处理后续事务。怎么会这么快？大哥今日才刚归府，圣旨就如影随形。许燕青，你连亲哥哥都要支走，这祭神大典前的路，你当真要清得一干二净吗？大哥此去颍州，山高鼠长，小弟敬你一杯。愿大哥一帆风顺，早日平定水患归京，为咱们侯府再添荣光。二弟有心了，只是水患无情，人心更难测。我不在京的日子，这侯府的清明，你可得替父亲守好了。袁丽，趁着夜色去长公子院里，务必亲手交给他，莫要惊动书房那边的人。属下明白，定会将夫人的话带到。徐燕青方才席间眼底那一闪而过的杀意，我绝不会看错。大哥，你一定要警觉些。颍县之行，务必小心，提防身边人。二弟，你我同胞兄弟，竟真到了这一步吗？替我多谢弟妹，我自有分寸。若此行当真出了意外，这侯府上下的安危，便请他多加照拂了。大哥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，小弟便送到此处了。到了颍县，记得给家里报个平安。动手，做得干净点，别留下侯府的痕迹。先帝病危，太子与众皇子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，京城的每一条街道都潜伏着杀机，原本的繁华下是即将崩塌的旧秩序。小姐，起风了，咱们回屋吧。婉翠，你听到了吗？那是风暴来临前的声音。这京城快要变天了。这便是万劫花。徐燕青，你果然藏得极深。婉瑜，真的是你吗？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别说傻话，我带了能救你命的东西。来，这是万解花的花瓣，你先含在舌下应急。林景玄为了救你，不惜自降身份与徐燕青合作，可他太傻了。徐燕青狼子野心，万解花就在他的私库里，他却迟迟不肯给林景玄，不过是想利用你这根软肋，让国师死心塌地为他夺位。你劝劝他，莫要再被徐燕青利用了。啊，他瞒着我，他每日回来都说万解花尚无音讯，原来是拿命在和恶魔做交易。婉云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绝不能看着他为了我变成一个满手鲜血的权臣玩物。景玄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你知不知道徐燕青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今日能利用我的命拿捏你，明日就能为了皇位反噬你。我只是想让你活下去，这错了吗？若要用你的清明和咱们的良知去换，我宁愿现在就死。徐燕青，咱们的交易到此为止。万解花明明就在你司库的暗格里，你为何一直骗我说尚无音讯？国师大人消息倒是灵通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必再费心寻什么借口。等我坐上那个位置，万解花自然会送到紫带姑娘唇边，但在此之前，你必须倾尽全力帮我。我要你向天下宣称，薛婉瑜腹中已怀有我的骨肉，且那是能保大齐百年昌盛的气运之子。只有这样，那些顽固的百官才会心悦诚服地跪在我脚下。你竟想拿皇嗣血脉做局，婉瑜从未有孕，你这是要我弃天瞒地？国师大人，子代的命就在你一念之间，你是要那虚伪的道义，还是要他的活路？徐彦谦，你若是敢再骗我，我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会在祭神大典上让你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。林景轩已经生了反骨，这条狗不能再留了。传令下去，调集死士，12时辰盯着国师府和城外私宅。一旦祭神大典事成，立刻除掉林景玄和那个子代，永绝后患。务必将此信送入侯府三夫人手中，除了她，谁也不许看。徐燕青不可信，我愿与你合作。徐燕青，你亲自选的刀，终究是要刺向你自己了。安管误国！乡亲们，听我说！颍县传来噩耗，长公子徐彦柏在处理水患时，竟被暴乱的灾民恶意报复，当场身亡。侯爷，快来人呐！侯爷晕过去了。党门星，你这个客死亲夫家的扫把星，只投你进了这个门，国公不险些家破人亡，如今我那正气凛然的长子也命丧黄泉，你就是天煞孤星的命格，非要克死我们全家才甘心吗？听说了吗？徐侯府那个三夫人命硬的能刻金化铁，大伯哥一走就回不来了。可不是，听说徐侯爷见他一眼就吐血，这哪是娶媳妇儿，这是请了个索命鬼进门啊！谣言瞬间传遍京城，徐彦青任由污水泼向薛婉瑜，因为这不仅能掩盖真相，更能让这个正妻彻底失去民心。大哥走了，这侯府的承袭爵位，终究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。没人能挡我的路了。
给我去祠堂外跪着，对着祖宗的神位谢罪！我不叫你起，你就不准起，跪到你这煞星的晦气散了为止。夫人可得跪稳了，老夫人的话便是这府里的天，若敢偷懒儿，咱们这些奴婢可交不了差。祠堂外风雨如晦，却没有一个下人敢上前送上一把遮雨的伞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素来高洁的姐姐吗？怎么落得这般田地？当真是造化弄人。姐姐，你就低个头认个错吧，老夫人最是心善，你若求饶，她定会原谅你的。这番话如同淬了毒的剑，在狂风骤雨中显得格外讽刺，字字都在羞辱薛婉瑜的清傲。今日这每一滴雨，每一道伤，我总有一天要你们百倍千倍的偿还，将你们统统踩在脚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娇儿瞧着实在心疼，已经差人快马加鞭去书房叫夫君过来了。太医，太医在哪儿？说救不回夫人，你们统统提头来见！是愧疚，是棋子受损的恼怒，还是心底某处荒芜之地生出的那一抹荒诞的怜惜？玉，你醒了。太医说你有了身孕了，我们有孩子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怀孕，在这个最绝望、最狼狈的雨夜，这个孩子竟然奇迹般的降临了。之前是老身糊涂，听信了外头的流言，委屈了你。你现在怀着我们徐家的长孙，那可是侯府的命根子，可千万不能再出半点岔子。凭什么？我费尽心思喝了那么多苦药都没能怀上，他一个命硬的克星，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坐稳了位子。好孩子，你受累了，好好养胎，将来这孩子生下来，便是我徐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这府里上上下下，谁若敢再欺负你们母子，老夫定不饶他！你在这个时候来，到底是老天给我的铠甲，还是徐彦之给我的又一道枷锁？夫人，这是老夫人特意从司库里拨出来的极品燕战和百年老参。老夫人交代了，夫人如今是双身子的人，想要什么只管开口，咱们满府上下定当祖宗似的供着。昔日的煞星，今日的祖宗，这侯府的冷暖，转瞬之间竟荒谬如斯。姐姐，这力道可还合适？老夫人先前训诫过，让娇儿定要收了性子，好好伺候姐姐和肚子里的长孙。妹妹辛苦了，既然老夫人开了口，你就安分些，这对大家都好。是。玉，今日这鱼汤是你最喜欢的，明日我推了同僚的宴请，亲自下厨给你做一道鲜笋。燕青，调动府兵的兵符，守护好徐家。父亲放心，燕青定不辱使命。借着天降祥瑞的名头，徐燕青顺利接手了徐侯的所有人脉。他在朝堂站得越稳，薛婉瑜腹中的孩子就越是被推向风口浪尖。
小姐，公子这几日忙得脚不沾地，您怀着身孕，这种事让奴婢送去便是。他连着几夜宿在书房，我亲自去瞧瞧，才算尽了妻子的本分。国师，只要祭神大典一过，我就再不需要什么弃允之子了。至于薛婉瑜，若这孩子生不下来，或者她难产而亡，对我而言，倒是个完美的申请名声，也省得再费心安置。你不是说对他只是利用吗？为什么要让他怀上孩子？看着你每天对他嘘寒问暖，我心都要碎了。利用？原来这3个月如胶似漆的恩爱，在他们口中仅仅是这2个字。娇儿，听话，她是国师钦定的皇后命格，我必须用这个孩子牢牢绑住她，才能让那帮老臣死心塌地。我发誓，我心底永远只爱你一人。我答应过你的，只要大业一成，这后位等他死后，迟早是你的。可万一他一直不死呢？万一他生了儿子坐稳了位置呢？生产之日便是他的死期，一个生完孩子的女人就彻底没了利用价值。到时候我会让她难产而死，孩子由你亲自教养，你便是名正言顺的皇后，这大齐唯一的皇后。难产而死，徐燕青，既然你想要一个死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夫君，这几日你操劳国事辛苦，婉瑜亲手熬了补身体的药膳，特意给你送过来了。夫君看书看入神了，怎么连书都拿倒了？也不怕累坏了眼睛？娇儿妹妹这是怎的？怎么哭成这副梨花带雨的模样？倒叫姐姐瞧着好生心疼。无事，不过是他近日愈发不懂规矩，被我说教了几句。玉玉，快坐，这种粗活怎能让你亲自动手？姐姐恕罪，是娇儿做错了事，惹得夫君动了怒。娇儿这就退下自省，不打扰姐姐与夫君叙话了。这孩子性子还是这般急躁，夫君也太严厉了些。夫君，国师说这孩子贵不可言，妾身只盼他能平平安安，日后能像夫君一样，成为大齐的股肱之臣，保全咱们侯府的荣华。玉玉所言极是，等孩子平安降世，这天下便是他的。到时候我便推了所有公务，带你们母子去江南游山玩水，共赏烟花。小姐，您在里面听到了？恶心，这满嘴谎言的男人，多看一眼都让我作呕。听到了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从此刻起，他想要我难产，我便要他的命格。袁丽，方才我在书房听到了徐燕谦的筹谋，他不仅要我的命，也要这个孩子的命。你是愿意跟着一个言而无信，连发妻幼子都能算计的主公，还是跟着我博一线生机，保你和你远在京郊的家人一世平安？属下的命是夫人救的，弟妹的安稳亦是夫人给的，原立此生为夫人之命是从。好，3个月后的祭神大典，便是咱们翻盘的时机。他能为了那把龙椅，亲手设计让尹县的长兄万劫不复，能捏着子代的命让林国师7天瞒地5年之久。你觉得他心中可曾有过半分真正的仁慈？你替他办了多少脏活，见过多少他最阴暗的底牌？将来他若真的登上帝位，你觉得你这个知道他所有不堪秘密的人，能在那滔天的权势下活过几个春秋？夫人救我弟妹在前，指点迷津在后，我这条贱命从今往后便是夫人的了。您让我往东，属下绝不往西；您让我递刀，属下绝不收刃。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从今日起，你要将徐燕琴所有的暗线少尉、司库兵力以及与朝中各派的密信往来，全都一字不差地存录下来交给我。还有，利用你在死士营的威信，
那些家世清白、曾受过恩惠的兄弟暗中收买。我要在祭神大典那天，这支利剑能反过来对准他的主子。小姐，大将军虽曾给您留下旧部，可他远在京郊，真的会为了咱们入局吗？他是个聪明人，若不救我，徐燕青成事之日，便是薛家满门抄斩之时。养父在上，婉瑜求借旧部一用，若得此助，将来事成，婉瑜必保薛家世代平安。燕青这孩子终究是走到了这一步，倒是婉云比我想象的还要通透。拿去交给他，告诉他，薛家3万精兵，随时听候调遣。我早就知道徐燕青狼子野心，先帝削我兵权，实则是让我韬光养晦。你是个有勇有谋的孩子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养父都支持你。原来我在这世上并非真的孤立无援啊！袁立，持此符联络旧部，化整为零潜入京城，埋伏在朱雀门与祭神塔外围。另外，找几个生面孔，将徐燕青兵变的计划不经意地透露给太子和4皇子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让他们去内耗，咱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徐燕青已让我准备祭神的祝祷词，其中埋伏了引爆冲突的暗语。国师大人只需既选好这出戏，稳住青天剑，事成之后，万解花归你，你与子代海阔天空，再无束缚。徐夫人大意，林某定不辱命。玉，再过半月便是祭神大典，待到那时，我便在泰安殿为你举行大齐最圣旨的封后大典。到那时，这天下便全是你我的。夫君待婉玉真好，那婉玉便在侯府恭候夫君登临大宝的那一日。一切部署已经就绪。徐燕青，你亲手搭的戏台就要塌了。夫人，侯爷，老侯爷他刚才咽气儿了。终究是没熬过这个冬天。徐侯爷娶了个好夫人呐，怀着身孕还要操持如此繁杂的。徐燕青作为府中唯一袭爵的嫡子，在这场葬礼的喧嚣中，名正言顺地接过了徐家的印玺。小姐，您如今月份大了，这些丧仪琐事交给下头人办就是，何必亲力亲为？唯有做得无懈可击，徐彦帆在朝堂上才能少一份后顾之忧。我要让他觉得我这个发妻是他最稳固的后盾，他越是信任我，3个月后的那一剑就扎得越深。父亲留下的这些人脉，终于是我的了。京城彻底乱了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老皇帝驾崩的消息一旦传出，这大齐的江山便要换个姓氏了。玉，你可知道我幼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父亲宠妾灭妻，母亲为了护我，在大雪天跪在主院门口，生生冻废了一双腿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，这天下负我之辈，我定要百倍还之。今日，我终于走到这一步了。玉，你可知我生母是谁？她是先帝流落在外的亲妹妹，却被奸人所害，死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雪夜。自小在侯府，那些所谓的兄弟姐妹、奴仆下人，谁不看清我的出身？所以我装成浪荡子，在那倚翠楼里消磨光阴，在那毒房里挥霍无度，只为了等一个能将他们统统踩在脚下的机会。从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觉得你与我极为相似，我们都在这高墙内隐忍，都在这泥沼里蓄势待发。玉，你想不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？你想不想做这大齐的皇后？夫君，你在说什么？谋反？这可是要诛九族的大罪！大罪？这天下本就有我母妃的一半血脉，我只想给你和孩子这世间最尊贵的位置。
你只用回答我，想不想？想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夫君若要登天，婉云便是那登天梯；夫君若要杀人，婉云便是那地刀手。祭神大典当日，禁卫军宁营会封锁玄武门，届时我带兵入宫，国师会宣布天命所归。徐彦青，你以为我是在帮你补全计划，实则我是在给你挖更深的坟。徐彦青，你想坐的龙椅，我也想坐，咱们走着瞧。祭神大典定在3月18。袁立，你带人去接管9城兵马司的换防，务必确保大典当日城门只进不出。属下遵命。禁卫军统领赵大人那边已送来血书，约定事成之后，由他带兵封锁后宫。赵统领，他可是个见风使舵的老狐狸。袁立，你把这份布防图找个由头递给赵统领的死对头，城防营统领周某。另外，传讯给养父，3万精兵化整为零，惊蛰过后便在南郊密林集结。只要城内信号烟一起，立刻入城接管防务，一个也别放。天象显示，3月18紫气东来，主公必能成事，且皇后腹中的气运之子会在此日引动龙气，助主公一飞冲天。好，国师不愧是国师，待我登基之日，定让你与子代名垂青史，永享富贵。传位遗诏必是伪造，这篡位之贼，我等今日便要清君侧，还大齐一个公道。京城彻底乱了，各路皇子封锁街巷，新帝连太极殿的门都出不去，原本的繁华盛世瞬间沦为权力博弈的修罗场。让他们去斗吧，太子守不住，皇子攻不进，等他们精疲力竭之时，才是这京城真正易位的时候。婉翠，给宫里的探子传话，把徐彦青准备兵变的证据送到新帝的龙案上。徐彦青，朕视你为古贡，你竟然想在祭神大典上借刀杀人，取朕而代之，传朕口谕，调遣大内高手，立刻捉拿徐彦青，朕要亲手剐了这个狼子野心的东西。传朕旨意，徐彦青狼子野心，蓄意谋反，命禁卫军即刻出动，将其首级取来见朕。陛下息怒，禁卫军统领赵大人抱恙，这兵怕是调不动了。新帝德不配位，更勾结乱臣徐彦青，祸乱长庚。各路皇子倾巢而出，名为清君侧，实则都盯着那把染血的龙椅。京城彻底陷入了诸王混战的修罗场。太子自以为稳坐钓鱼台，皇子们自以为是在救国，殊不知这京城里的每一滴血，都是为本侯铺就的登基之路。让他们先咬吧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精疲力竭，本侯再带兵入城，那便是天命所归。4皇子的侧翼布防我已经透给了5皇子，太子的撤退路线也送到了4皇子案头。小姐，您这是要让他们互为磨刀石，直到全都折断为止啊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养父的3万精兵已封死京郊要道，不管今夜谁赢，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薛婉瑜，你瞧瞧外头的火光，等我夫君坐上皇位，我便是这天下的女主人。你这个野种，永远都只能跪在泥地上给我提鞋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真是可悲。3皇子执意起兵，我不愿这双手沾满鲜血。婉瑜，求你念在往日一点姐妹情分，救我一命。输了这死局，谁又能真正清白？二姐，大典当日无论发生何事，务必待在府中，锁死门户，切莫踏出半步，可保你一命。婉瑜，谢谢你，唯有你还记着这点微末的姐妹情分。拿着这些珠宝去招募死士，本宫就是死，也要死在太极殿的台阶上，绝不向徐彦真那个浪荡子低头。众位大人放心，
待我家王爷荣登大北，各位皆是开国元勋。本宫已经想好了，等到了那日，定要将那薛婉瑜关进水牢，叫她日日跪着给本宫提鞋。她还做着皇后的春秋大梦，却不知自己早已是徐延谦抛出去吸引火力的替死鬼。大姐争权，四姐争势，二姐争怒，他们都被那虚无缥缈的皇后预言给套住了，成了皇权祭坛上的牺牲品。而我从不需要谁来封后，这世间的路我自己走。玉玉，大典将至，城内不安稳，我分出一半贴身暗卫守在你院外，若有异动，他们会舍命护你周全。夫君费心了，婉瑜和孩子定会乖乖等夫君凯旋。徐燕青看着怀中的温顺妻房，却不知那些暗卫在他踏出门的瞬间，便已齐齐向袁丽低头行礼。3月18，惊蛰之日，本侯要这京城的天彻底变个颜色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这京城要变天了。明日午时出客，以祭神塔3声炮响为号，袁立带暗卫封死宫门，赵统领率禁军控制新地与各皇子，违令者格杀勿论。末将领命，定助主公成就大业。夫人，这是徐燕青最后的底牌，城门、禁军、暗卫，所有接头暗号与伏兵地点皆在此处。好一个里应外合，他自以为算尽天下，却不知自己才是龙之鸟。送去给养父，告诉他成败在此一举，婉瑜在城头等候薛家军的军旗。林大人，大典当日务必稳住徐燕青诱其入瓮，提前拟好秦王圣旨，待其福州，即刻昭告天下，徐氏谋反，伏尸坛下，气运皇子，临朝称制。玉玉，等明天过后，你就是这天下最尊贵的皇后了，咱们的荣华谁也夺不走。徐燕青，明天的祭坛就是你的断头柴。小娘，这么晚了，袁侍卫怎么敢私入夫人的内室？这要是传出去，私通？不对，袁立那块木头绝没那个胆子，这里头一定有猫腻。薛婉瑜这个贱人，定是在背着爷筹谋什么。夫君，您可千万被那薛婉瑜给骗了。娇儿亲眼看到袁立深夜入他的内室，还有国师也经常偷偷往他院里递信。娇儿，我知道你嫉妒她怀了身孕，但这种捕风捉影的话，以后莫要再提。夫君，他是薛家的种，万一他生了异心。玉玉怀着我的骨肉，她一心求的是母凭子贵，离了我，她在这京城寸步难行。她能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安分点，大典在即，别去惹她不高兴。等事成之后，我答应给你的位子，绝不会食言，听懂了吗？娇儿，听懂了。他不信我，男人都被那狐妹子迷了眼。翠儿，从现在起，你给我死死盯着那院子，只要抓到他和外头勾结的铁证，我便在祭坛之上亲手送他上西天。娇儿倒是比他主子还要机敏几分。小姐，要不要让袁丽把那丫鬟处理了？不必，她可是徐燕谦身边最不稳定的火药，留着她，大典上才有好戏看。去吧，按计划行事。若我没回来，你知道该把密件交给谁。3月18，祭神大典，京城百姓被禁足家中，整座皇城宛如一座巨大的火药桶，只待一星火花引爆。玉玉，乖乖待在府里，哪儿也别去。袁立会带人护死这内院。等我回来，亲手为你戴上大齐最尊贵的皇后凤冠。婉姬省得，夫君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袁立，按计划行动。立刻传讯给养父，炮响为号，薛家军突袭九门。小姐，府里的暗卫已经全部被袁大哥收编，封死侯府所有门户，落锁灌铅，
除我手令，擅动者杀无赦。新帝失德，天命已感，诸位大人，识时务者方能长久。不到半日，徐彦琴的黑甲军便彻底接管了皇宫各处要道。这天下终于是我徐彦卿的了。说什么？他怎么敢？若是老夫人出了半点差事，我要这府里所有人陪葬。夫君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老夫人她突然间就闭了气，婉瑜救不回她。是你毒死了老夫人，对吗？娇儿，你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后位，竟连在这府里唯一护着你的人都不肯放过，是又如何？徐彦卿亲口许过我后的，如今这天下都是他的，你这个有名无实的贱人，有什么权利处置我？你倒是谋划的极好，你怕老夫人日后成了太后会嫌弃你的身世低微，不肯让你坐上凤位，于是你便先下手为强，杀了这世上唯一能阻碍你的人。娇儿，你以为这后宫从此便是你的天下？你太天真了！闭嘴！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夫君爱的是我，等他登基之日，你这个碍眼的假千金就该去死！我的孩子，夫君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侯府的丧钟与权力的崩塌，竟在这一刻诡异地交织在了一起。传太医，立刻！袁烈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下去，关进柴房，死死看守。夫君，不是我，是他故意的，是他方才贴在我耳边让我推他的，他在陷害我。毒死生母，谋害皇嗣，娇儿，你当真是疯了！来人，堵住他的嘴！回禀主公，夫人受了惊吓，动了胎气，所幸底子厚实，只需卧床静养7日，服以安胎药食，万万不可再受半点刺激。玉玉，对不起，是我贪恋那点旧情，才养虎为患，害了你和孩子。往后，我绝不让那疯女人再见你一面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这厚重的衣裙下早已垫了层层丝绵软垫，这一摔不过是亲手主导的一场死局。小姐，刚才真是吓死奴婢了，万一徐彦卿看出了破绽，他正沉浸在称帝的狂热与弑母的恐惧中，哪有心思去查这一跤摔得有多重？娇儿这颗棋子总算是废了，接下来就该轮到徐彦卿自己尝尝背叛的滋味了。徐彦卿，你以为这皇宫是为你准备的龙巢，殊不知那是你亲手为自己挖的坟场。徐彦卿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朕承天命，拨乱反正，改元永熙，大赦天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徐侯嫡妻薛氏婉瑜温婉淑德，怀皇嗣有功，特册封为大齐皇后，入住凤銮殿。待陶太子降生之日，再行补办旷世封后大典。这凤座之下埋的是长兄的枯骨，是老夫人的余恨。徐彦卿，
你亲手打造的这座金丝笼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玉玉，你瞧，你的这些姐姐们现在全被朕关在大牢里，如何处置，全由你一人做主。朕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，你想怎么折磨他们，尽管开口，朕定会让你满意。他的温柔比这世间任何一种毒药都要可怕。他杀尽所有亲友，却要我来做这刽子手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待臣妾身自爽利县，再来亲自了结他们。小姐，您的脸色怎么这么白？快来人呐，传御医！偏偏在这个时候，难道这孩子也要在这深宫乱局中挣扎求生吗？若保不住皇后和皇嗣，朕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！玉玉，玉玉，你若有事，朕便让这太医院统统陪葬。陛下，娘娘腹中所怀乃是大齐百年不遇的气运之子。龙翼诞生之前，母体最忌杀伐血腥之气。若娘娘动了怒，见了血，恐会惊扰真龙入世，影响国运。哼！既然国师发话，那天牢里那几个废物便暂且留着。传朕旨意，天牢封死，让他们自生自灭，谁也不许在皇后临盆前动用刑法。玉玉，朕今日去天牢，见你那姐姐们求饶的模样，倒是可怜。你当真对母族一点旧情也不顾忌了？我在薛府过的是什么日子，陛下是清楚的。我本就道是根无脉的野种，受尽冷眼。我这人自小性子左，可没那宽宏大量的佛心。子代怎么样了？那片花瓣可还管用？托娘娘的福，子代已恢复了5成。万解花瓣压住了心脉之毒，他让臣转告娘娘，无论此战结局如何，他都会在城外等您。祭典之后的这3个月是咱们最后的机会。徐燕青想等孩子落地，杀母夺位，那咱们就选在那一日，让他血溅凤鸾殿。即便贵为皇后，即便恩宠更甚，这凤鸾殿外依然遍布杀机。袁侍卫近日与后宫采买接触频繁，国师在凤鸾殿逗留比往日多了半刻。袁丽，朕倒是想看看你这敢用了8年的枪，到底想刺向谁？薛婉瑜，你有的我也终于有了。在这后宫，光有肚子可不够，还得看谁能在这龙榻上坐得长久。姐姐，陛下昨日歇在长乐宫时说了，等姐姐生下小太子，身子虚弱，便直接抱到我宫里，由我亲手抚养。陛下说，往后我便是太子的养母，姐姐即便贵为皇后，也总得顾念这母子连心的名分。咱们呐，日后便是平起平坐了。妹妹这般深得圣心，本宫自然是替你高兴的。既然陛下属意于你，那这太子未来的福气可全靠妹妹照拂了。你被徐燕青的那点虚妄的后卫骗得团团转，殊不知你怀里揣着的是送命的阎王帖。去，把这碗安胎药送给正在外廊候着的商妃，就说本宫感尽她请安辛苦，赐她一碗暖身。不到半个时辰，长乐宫哀嚎遍地，娇儿上吐下泻，几乎将半条命都折在那碗药里。太医查不出原委，只能说是虚不受补。娇儿太急躁了，不过用来牵制薛婉瑜倒也合适。再过3日便是预产期，等孩子落地，那个国师口中的气运真正到手，这2个女人谁也别想活过那个早晨。袁丽，薛家军入城了吗？回娘娘，3万精兵由地道潜入东华门，只等惊雷一起，这皇宫便要易主。
徐燕青，这场对决我等了5年。袁丽，这3日凤鸾殿外的禁军交替，你务必亲手接管。那百名死士埋伏在夹墙与地窖中，我若摔杯为诏，即刻清场，一个徐延清的人也不许留。属下已将家小安置在京郊密林，此战若败，袁立唯死而已；此战若成，属下定护娘娘与小房子包全。养父，惊蛰炮响已过，如今只需死守九门，截杀徐燕青所有外援亲信，无论胜负，皇宫之内只许进，不许出。诸位大人，徐彦寝弑兄篡位，毒母7天，早已失了天命。3日后龙翼降世，便是乾坤拨正之时。娘娘临朝，报各位满门荣华。徐贼残暴，我等愿追随娘娘，拥立气运之子，还大齐一个朗朗乾坤。这些年我隐忍偷生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万岁，将这2份东西藏入凤座夹层，那是咱们最后的命。小姐，你一定要撑住，哪怕为了小主子。朕的话你可记牢了。待那孩子咕咕落地，这杯酒便送入皇后口中，对外只说皇后难产崩逝，赏她一个全尸，葬礼按最高规格办。商妃，太子的抚养名分朕已拟好，你可别让朕失望。万岁，羊水破了，去按计划放信号，快！孩子别怕，娘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太平盛世。小姐，时间已经看到头了，你一定要撑住。把孩子抱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谢谢姐姐辛苦这一场，替我生了个这么俊俏的小皇子。往后这孩子便是我长乐宫的命根子了。那是我的孩子，徐燕青，还给我。朕的皇后，事到如今还能如此淡定，这份临危不乱的气度，真叫朕佩服。你以为买通了朕身边的狗，勾结了薛家的旧部，就能翻了这天？你想要借兵，那得问问朕准不准？难道这一切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？我的好皇后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仅靠袁立带入宫的这几百号死士，埋伏在这殿宇周围，就能趁朕不备取了朕的性命吧？其实那日在书房，你早就听到了朕与高尔班的谈话，对吧？所以你才会装得那般温顺，暗地里却在收买朕的敬畏。你甚至还想拉拢朕的国师，你以为你与子代那点微末的旧情真能冲过朕他的泼天权势？你还妄想接子代入宫，反过来要挟国师，当真是天真的可爱。微臣林景玄参见陛下，皇后娘娘此前的密谋，微臣已悉数向陛下回禀。原来连最后的同盟都是他布下的死局吗？皇后的丧礼，朕会吩咐礼部按照最高标格去办。至于天牢里薛家那些女子，既然她们是皇后的至亲，那便通通殉葬，为皇后赔灵吧。娇儿，跟着这么一个没有心肝，连发妻幼子都能算计的男人，你将来会怎么死？有想过吗？徐燕青，时间该到了。
有刺客！快来人呐！御林军何在？赵统领，人呢？都死光了吗？薛震，你不是被先帝削了兵权，永世不得入京了吗？先帝削我兵权，实则是为了让老夫韬光养晦，专门防着你这头狼子野心的孽畜。徐彦钦，你篡位杀君，残害皇嗣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烦请国师大人辛苦一趟，将我的孩子抱过来，让我好好瞧一眼。不准动！林景玄，你敢过去，朕杀了你！你背叛了朕，你忘了子弹还在朕手里吗？从你用子代的命要挟我的那一刻，咱们之间虚伪的合作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夫君，你以为国师说这孩子是气运之子是为了帮你，那是为了保住我的命。你以为我在天牢前的惊吓是真的，那是为了拖延你杀母夺子的计划。养父的3万精兵早已换防了9门，你信赖的禁军赵统领首级此刻怕是已经挂在城头了。原来从始至终，朕才是那个入局的蠢货。先帝遇刺身亡，罪臣徐彦卿谋反，当场诛杀。薛将军，清理现场，不得惊扰了太子。先帝遇刺崩逝，逆贼徐彦钦伏诛，气运太子顺利诞生，举国同庆，大赦天下。这座殿，这一级级台阶，我曾无数次在梦里爬过，每一步都浸透了生母的眼泪与我的血痕，辽阔又空荡，寂静又孤独。这种俯视众生的感觉，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，只有一种在这权力的孤峰上独揽风雪的清醒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山顶的风景，终究是用生命与鲜血攀爬而来。我做到了。